中國男星于朦朧9月11號經傳墮樓身亡，享年37歲，震驚咗成個演藝圈。雖然警方喺事後火速排除咗刑事犯案嘅嫌疑，佢媽咪亦都發聲證實只不過係由於飲酒意外墮樓，但係外界卻係疑點重重質疑係設局謀殺。網上亦都出現咗好多嘅其他話題，例如係潛規則啦、被灌醉之後侵害、被掟落樓等等嘅言論。但係北京警方21日就發布咗呢個警情通報，話有人喺網絡度隨便散播謠言，已經將嗰啲人依法進行刑事拘留啦。不過就有人發現原來于朦朧曾經喺一次佢自己嘅直播當中俾出咗一個叫做540嘅求救手勢，呢個我就唔係好識啦。甚至出現咗一首詩，呢個床頭詩咧打豎嚟讀，原來寫住係今天要我死咁，咁令到啲粉絲睇翻轉頭咧好心痛。咁于朦朧呢件事發生之後咧，啲粉絲積極喺網上發文，希望能夠為自己嘅偶像討回公道亦都盼早日真相大白。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個案件嘅懶人包，梳理下成件事嘅發展時間順序。9月11號下晝，經傳于朦朧墮樓身亡。最早咧係由一個內地嘅博主叫做名偵探小燕，指于朦朧喺9月10號同5-6名好友喺朋友屋企食飯，就喺11日嘅凌晨時分，佢返到朋友嘅睡房瞓覺，同埋將道門反鎖，直到凌晨6點左右，朋友散場嘅時候冇懷疑佢，落到樓先發現佢條屍喺個街度。而事發地點係屬於北京朝陽區陽江上東小區。9月11日，全網關注，等待于朦朧工作室回應。咁呢度咧，大家就覺得有疑點啦。因為你喺朋友屋企過夜，好少會話喺人哋屋企將道門反鎖嘅，同埋有乜理由朝早起身之後都唔會去睇下佢呢？話落到街先發現，仲要話發現之後第一件事唔係報警而係攞件衫冚住佢塊面，唔覺得好唔合常理嘅咩？當于朦朧經傳墮樓身亡嘅消息之後，引嚟全網唔少嘅關注同埋猜測。而針對呢件事件北京市朝陽區常營派出所民警就回應指冇收到相關消息。9月11號，小區物業公司證實有人墮樓。咁呢個消息傳開之後，陽江上東小區就成為咗全網嘅焦點。網上亦都有人爆料指事發地點就係喺嗰個小區嘅18號樓，傳出涉事單位嘅紗窗確實脫落嘅。事後，該區嘅工作人員就證實18號樓的確有人墮樓，但係唔肯定係咪明星。而該區所屬嘅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派出所表示具體情況暫時都冇法對外告知，以後續官方通報為準。于朦朧嘅工作室就喺傍晚時分發出聲明，證實佢已經喺9月11號身故，而經警方工作後排除咗刑事嘅嫌疑。9月11號起陸續有網友認為其死因有可疑，因為點解呢？有指佢係飲醉酒墮樓身亡，亦有指佢係自尋短見。但有網友發現佢喺事發前嘅一晚依然有登錄微博，而且佢個人咁高大，相信好難會因為飲醉酒而跌落街。再加上佢有恐高症，佢個事業又逐漸恢復翻，
咁所以咧好難令人唔懷疑呢件事另有內情嘅。9月12號業主好友還原發現于朦朧屍體嘅細節。據內地媒體報導指，同區業主嘅婆婆表示自己嘅朋友喺朝早6點左右遛狗嘅時候，因為狗聞到有血腥味，先注意到有人瞓咗喺街，上前去睇，發現係一個後生仔。當時個嘴已經流晒血啦，周圍亦都係一灘血，仲見到中間有人落樓攞件衫冚住個死者塊面。佢自稱係于朦朧嘅朋友。後嚟保安隊隊長就打120急救電話，隨即現場被封鎖起嚟。之後又有警車嚟到，直到9點過後先解封。當網上傳出于朦朧墮樓身亡嘅可能與飲酒意外身故、自殺等有關時候，好多網友就認為呢個可能性唔大啦。因為當一個人都已經醉到咁，唔好講佢有冇力去撬開個窗啊，佢個人咁高大，就算伸個頭出去唞氣個身都起碼一半喺屋入邊啦，咁點跌落去啊？再加上個紗窗全部都係金屬材質嚟嘅，你就咁攞隻手撬開係好難嘅，所以唔相信一個話可以喺飲醉酒嘅情況下做得到啊。第二有網友發現紗窗嘅邊緣異常齊整係成塊咁樣撕裂脫落，即係唔係搣開嘅，而係剪開嘅。而且發現佢墮樓嘅位置下邊個窗嗰度有大量嘅爪痕，而且係呈現倒向弧形，咁即係點呢？就係即係懷疑佢俾人推落樓嘅。第三，有網友不解嘅係，佢嘅朋友見到佢第一時間唔係查下佢有冇呼吸，而係直接就攞件衫冚住佢塊面，亦都唔緊張亦都唔報警，反而係叫保安打120，咁好似知道對方一早已經墮咗樓啦。咁所以全世界都話唔信。9月13號，內地百萬作家魯班列出咗14大疑點魯班喺微博認為于朦朧之死根本係疑點重重，包括1，點解咁後生靚仔而且發展良好嘅人會突然毫無徵兆咁去跳樓？第二，點解朋友屋企？點解要去朋友屋企跳樓？第三，點解跳樓會揀一棟有可能唔會致死嘅5樓？第四，據說係頭朝下，明顯係被掟出去嘅，而唔係跳落去嘅。第五，點解監控偏偏嗰日冇電？第六點解佢要跳樓，第二日仲接商演？第七，點解之前一啲輕生跡象都冇，亦都冇發現到遺書？第八，點解個窗上邊有咁明顯嘅爪痕？第九，點解個鐵絲網即係個窗紗啦，係俾人剪開嘅？唔通係有人預謀？第十，點解輕生一啲遺言都冇留翻俾自己個單親阿媽？第11，點解個褲袋入邊有2塊莫名其妙朋友嘅金撈？12，點解佢嘅手機冇人去查？13，點解跳樓之前同佢飲酒嘅嗰班朋友冇人需要被問話？14，點解咁光速結案，咁快就下結論係跳樓？全面封鎖消息，熱搜都封鎖埋。咁佢就強調種種跡象表明呢個好有可能係他殺，唔係自殺。9月13號，于朦朧阿媽聞死訊之後暈低咗。據內地媒體報導指，于朦朧遠喺烏魯木齊嘅阿媽喺得知自己個仔墮樓身亡消息之後，當場暈低，隨後被送往附近嘅醫院急救。過程中佢雖無意識，但係個口一直重複個仔嘅名
情緒已經徹底崩潰。9月13號，於朦朧嘅啟蒙老師孫德榮發聲。喺台灣有金牌經理人之稱嘅孫德榮係於朦朧嘅啟蒙老師，佢視對方為親生仔。佢想知道阿朦朧最後係受咗幾多嘅委屈同埋壓力，要去走得有尊嚴，同剷除業界嘅唔合理規則，表明會參與呢件事嘅調查，同時呼籲粉絲要團結追查真相。9月14號係阿朦朧發聲，陳曉東透過小紅書發文，以坦蕩蕩有冇咁難為題，直指點解目前冇一個在場嘅真情流露一下，哪怕會成為呈堂證供，點解全部都在刪，真難過。一雙眼睛，一個監控都冇，點解都咁冷漠？望檢查公正，人間需要多點光，外面又落雨，朦朧了。陳曉東為朦朧墮樓事件發聲，隨後佢嘅貼文亦都被刪。9月16號，於朦朧媽咪公開發聲，事隔咗5日之後，佢公開發聲，指出個仔因飲酒意外墮樓身亡。公安已將調查情況向我進行通報，後事已經處理完畢。我希望大家理性看待呢一次意外事件，唔好再進行猜測。但係大批網友就覺得呢一封公開聲明一啲都唔似係阿媽寫嘅，因為呢一啲感情都冇嘅。如果係你自己嘅親生仔不明不白咁走咗，你會唔會同大家講？希望大家理性看待呢一次事件。9月17號至今網上傳出死因可疑。雖然阿朦朧之死，佢阿媽已經證實發聲明話佢係意外，但係好難說服到網友，甚至大家都懷疑於媽媽受到壓力或者受到威脅等等。於朦朧外形俊朗，高大威猛，曾傳出佢喺2020年時因拒絕一位女製作人嘅潛規則，喺冇背景之下嘅佢就慘被雪藏3年，因而錯過咗好多嘅好機會。正因為佢曾經拒絕潛規則，所以令唔少網友懷疑佢係被逼死嘅。而男星黃子韜喺早年嘅直播言論，近日就被翻炒。佢當年勇敢揭露娛樂圈嘅陪酒亂象因為佢呢就繼承咗佢老豆幾百億身家嘅，咁所以佢就梗係唔怕講啦。佢使咩怕資本呢？佢本身就係資本，佢亦都唔使投資方捧紅佢，佢調轉頭捧紅翻投資方都得嚇。咁佢就痛批一啲製作人或者投資方。我自己忙到鬼咁點解食完飯之後我要去陪酒？我唔食飯你就封殺我，係咪咁嘅意思？近日網上流傳多條疑似於朦朧身亡前嘅環境影片，有關疑似係於朦朧身亡前嘅影片喺 Twitter、Threads 等等流傳。其中有一條影片見到有一個黑影喺個窗前掙扎，同時聽到有一名男子好淒厲咁慘叫。我由細到大都未試過受過咁樣嘅委屈，你哋咁樣玩死我。其後就傳嚟慘叫聲。另外一條影片真係見到對面嘅鄰居拍下咗屋入邊嘅情況，隱約見到屋內有多人聚會，當中更有人裸體企喺個屋入邊，而網友就揾出當日疑似有份參與派對嘅公眾人物。另外見到現場有多人正在肉搏，另有人疑被捆綁，懷疑此人就係於朦朧。台灣知名狗仔郭思齊曾經喺節目上面爆料，
話北京娛樂圈飯局嘅黑暗。佢指出參與呢啲聚會啊，規模龐大啊，通常有明星、經理人、各大平台主管，參與者眾多，而且經常伴隨灌酒行為。一類分為氣場強大嘅女性經理人，一類分為同性戀者。喺呢啲飯局中，不乏18線明星幫手斟酒陪酒，而且喺現場經常發生親密互動。咁就係我哋普通所認知嘅淫亂派對。現年37歲嘅于朦朧呢，佢嚟自新疆，自細咧就學習鋼琴同大提琴。大學畢業於北京演藝專修學院，成長於單親家庭。但係你可以睇得到咧，如果佢由細都學鋼琴、大提琴，一直學藝術音樂嘅咧，其實佢家境都唔算話差嘅。2013年佢就參加咗快樂男聲比賽，獲得北京唱區冠軍，但喺總決賽中止步10強。2015年佢喺大熱網絡劇《太子妃升職記》中飾演男二，人氣急升。之後接連參與咗多部古裝劇，包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軒轅劍之漢之韻》、《新白娘子傳奇》，有古裝美男之稱。我都未睇過呢啲作品。咁人稱向太嘅陳嵐向來敢言啊！佢喺直播嘅時候，有網民瘋狂喺佢嘅直播留言，希望佢可以為于朦朧發聲。但係向太見到呢啲留言之後，一度沉默，隨後好無奈咁以文字回應網民：大家唔好刷屏啦，呢個我唔會回應，亦都講唔到。9月21號，北京警方就事件發表呢個警情通報，確認佢係一場意外，排除刑事嫌疑。目前已對多名涉事人員採取強制措施。咁大家對呢件事又點睇呢？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先啦，下次再見，拜拜。